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7季前情提要。继力量力使用者豪利女出现后，忠诚又出现了贤者力使用者灵能克。前者拥有不可匹敌的力量，后者拥有出神入化的精神控制，整个忠诚都陷入了恐慌之中。可不管是什么力，都拥有着一样的同位素，这便是白瑞能够追踪到他们的原因。在配合增强过后的塞西尔之后，白瑞暂时战胜了灵能克，对方与豪利女皆不知去向。而这场战斗也让白瑞受到了重伤，需要在低温舱恢复数日。神速力本尊倾尽能量去治愈他，这让本就被2种力量袭击过的神速力虚弱无比。可白瑞依旧处于昏迷状态，一旦这时候力量力和贤者力发起攻击，神速力当场去世。希斯科和切斯特正筹备一台同位素检测系统，通过放大同位素信号来得知对手具体是谁，还能起到预警效果。哪怕现在的战斗力不行，也能让神速力提前撤退。IT 组立马前去制造检测器，要分布在各地。切斯特来到了梅森维尔，这里也是切斯特曾经的故乡。仪器启动，两人出师不利，紧接着一阵绿光袭来，就这么穿过了两个人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传感器却奇迹般的奏效了，正想打电话，发现手机消失了，抬眼一看，货车呢？随即他们发现了，他们陷入了穹顶之下。两人向梅森维尔深处走去，音像店卖着乔丹主演的电影《空中大灌篮》，而现在的日期变成了1998年。对视眼意识到他们穿越了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网络，也没有热浴盆时光机和德劳瑞恩汽车，就这么突然被一道绿光送达了23年前。那绿光怎么看都像是乌龟人 2.0 啊。他们回忆起绿光到来前检测到了和贤者之力类似的同位素，显然这是另一个力量在作祟。想去通知白瑞他们肯定是行不通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个落后的时代把检测器加以完善，这样才能精准定位到新力量的使用者。可从何寻找能匹配现有科技的接收器呢？切斯特想到了一个地方，他从垃圾桶刨出了点零件，检测器很快就运行了起来。希斯科光顾着激动，完全没有在乎东西的来历。两人顺着检测器追到了梅森维尔高中，为了融入98年，他们乔装打扮了一下，这样一来完全没有人会怀疑他们。任务很简单，找出一个心底有改变未来想法的人即可，因为这股新力量明显能够操控时间。接二连三问了几个学生，没一个看起来像正常人，唯有橄榄球队的几个人还算是个人。队里的球手迪恩是所有人的偶像，家境和实力都令人羡慕，但帕克这个男孩就不随大溜，也许是出于嫉妒，他并不喜欢这群运动员，还想着未来一定能比你们强。此人的想法和读书都符合了标准，自然引起了希斯科他们的怀疑。随着深入追问，两人发现帕克也是被时间迫害的人。很快帕克自己也想起了什么，然而绿光就好像等着他的觉醒。一瞬间切斯特到了路边，但这次希斯科也失忆了，他只知道自己是个7岁的孩子，眼前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呢，吓得他撒腿就跑。切斯特试图让他回忆起原本的记忆，聊到全游时，希斯科猛然醒悟，显然绿光让他们重新独当了，从时间穿越变成了时间循环。哥俩准备故技重施再走一遭，却发现刚刚的冲击摧毁了检测器，这也是切斯特没有失忆的原因。可问题是修复比完善要困难得多，去哪儿找合适的技术成了麻烦，不然等到下次循环他们都会失忆，将永远困在1998年12月4号。这个日子让切斯特想到了什么，他知道有个人能帮忙修复检测器。分裂后的冰霜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在艺术这条道路上越陷越深，总会给凯瑟琳安利自己的时尚点。而实验室里的神速力一直在等白瑞苏醒，操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艾瑞斯，毕竟是以母亲诺拉为人情，挂念儿子的心情艾瑞斯能理解，但他不担心白瑞会出事，用不了1天他就会恢复如初，裹上自己的 BBB 毯子乐呵呵啊。闲来无事，艾瑞斯带着神速力回了家，给他看了白瑞的毯子，这是白瑞母亲为他做的，有着深深的怀旧情节，盖上它的时候总能够感觉到温暖，像是母亲的怀抱。母亲的死也是白瑞一生的阴影，不愿意对任何人说起。这件事神速力太清楚了，他望着照片中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，神速力突然消失。等艾瑞斯找到他时，神速力已经哭过一场了。他从没有想到自己的存在会让这个孩子失去母亲，自己本想借助这个外貌让白瑞感觉到亲近，可这样反而勾起了白瑞的回忆。艾瑞斯反手一波 talk， 告诉神速力，你是他最好的礼物，是他的闪电。与此同时，
切斯特他们来到了商场，不巧的是，一个能用来维修的转换器在不久前卖给了另一个人。他们本想去商量一下收购，但看清面容后，切斯特心里一颤，那个人是自己的父亲，是切斯特最大的阴影。在他的小时候，父亲就已经是个发明家了，糊口全靠父亲的小玩意儿。由于长时间的研发，让切斯特从小缺少陪伴，甚至觉得父亲根本不在乎自己。直到1998年12月5号，切斯特的父亲死于车祸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件事情将在明天发生。切斯特不敢去面对父亲，担心听到他的埋怨，更害怕舍不得这最后一面。最终在希斯科的鼓励下，切斯特决定去试试。见到父亲时，他哑口无言，只能提出购买转换器打开话匣，更是更换了名字波耶加。他清楚父亲不会卖给自己，发明大过于一切。可切斯特没想到父亲直接丢掉了转换器，他这才得知父亲的苦心呢。当时的自己将参加一场比赛，父亲预料到自己会需要这个转换器，所以假装丢进垃圾桶。父爱永远都是沉默且沉重的。波耶加很纳闷，所以他问为何不直接给儿子。It's my way of teaching him to be resourceful and a problem solver. Plus, he gets the joy of learning to see treasure where other people see trash. Everything I do is for him. He's the reason I get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. But don't you ever resent having to work so hard 24/7? I'm the boy's father. A Chester's worth any sacrifice I have to make. Besides, when it comes to him, I don't believe in quitting. I care about your work because I'm just a man try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, make my son proud. 得到的答案却让切斯特当场泪目。原来父亲愿意为了自己抛弃一切，他恨自己懂得太晚。切斯特一把抱住父亲，不管对方多尴尬，他都要这么做。看着孩子是个好人，父亲虽然不能把转换器给他，但愿意跟切斯特携手制造一台。父子度过了美好的时光，最终检测器恢复如初，就如同切斯特对父亲的感情恢复如初。正准备去寻找静止力，就见到愤怒的迪恩走了进来，见面直接飙出力量。切斯特他们想不明白啊，迪恩为何执着于1998年？哪知这句话让迪恩当场破防，强大的静止力席卷全城，扫荡之处皆被改变。冰霜成了60年代主妇，乔成了40年代复古老爹，艾瑞斯和凯瑟琳分别成了70和50年的无解造型。暴走后的迪恩说出了一切，接下来的橄榄球比赛让他受了重伤，永久告别赛场。堂堂高校明星选手，后来却学了汽修，未来一片黑暗，所以他创造了一个自己最辉煌的时间循环。希斯科发起攻击，可这又怎么能够伤到静止力使用者？迪恩一个响指就把希斯科的技术从时间上抹除了，从此中城伴随着绿光陷入了一片混乱。罗马战士满街跑，潜艇恐龙路边倒。迪恩会使文明回到石器时代，他尝试过改变过去，但重伤这件事是时间定点，不管怎么修复都无法改变。切斯特见状直接祭出必杀套，每个人都会对过去耿耿于怀，甚至后悔莫及，但只有向前看才能够见到光明，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。过去不能够定义你的未来。事实证明，只要习得 talk， 哪怕宇宙级的力量也会惨败。迪恩收手了，他决定不再执着于过去，该去干扰世界的未来了。他离开了这个时间线，而一切也暂时恢复了平静。白瑞赶在一切结束后及时醒来，得知来龙去脉后，也只能做好战斗准备。这一次的静止力太不一样了，他并没有伤害过神速力，而且迪恩也没有豪利女灵能克那么坏。但他的能力不容小觑，玩弄时间的代价，闪电侠比谁都清楚。目前3大原力已经出现，小队反而坦然了很多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再不济就 talk 呗。众人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在艾瑞斯的邀请之下，神速力暂住在他们公寓。切斯特去完成父亲死前的遗憾。冰霜织起了毛衣，乔着急忙慌地找上了他，告知了哥谭市探员克里斯汀的事。对方是为了冰霜杀手而来。乔知道冰霜已经不再是杀手，所以绝对不会把伙伴拱手相让。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克里斯汀看清冰霜的改变，演出戏也不是不可呀。可冰霜却说 Kristen Kramer wants to come after me? Then I say, bring it on. 最拉稀的春歇即将到来，闪电侠第7季将在播出第7集后停更近1个月，在5月4号回归，所以威尔斯到底回不回来？不然真的要吃屏幕了。这里依旧分享一下发现的彩蛋细节。绿光写来后，希斯科提到穹顶之下，正是同名小说和美剧《穹顶之下》。在切斯特和希斯科来到梅森威尔小镇后，身后出现了一个广告牌，上面写的莫瑞士电影《土拨鼠之日》的主演名称。而《土拨鼠之日》讲述的就是在某一天陷入了时间循环，和本集内容呼应上了。片中提到的热浴盆时光机和德劳瑞恩汽车分别是2部穿越电影，后者出现自科幻开山鼻祖回到未来，紧接着就是百事达广告牌。
百事达公司是租碟界的霸主啊，如今因为网络的出现而倒闭。而他们提到的《空中大灌篮》是篮球之神迈克尔·乔丹主演的电影，时隔25年将由勒布朗·詹姆斯出演第2部。为了唤醒失忆的希斯科，切斯特直接搬出了《权力的游戏》。希斯科经常在剧中玩全游的梗，他先想起了大恶人小指头，又说出了标志性铁王座，最后提起全游，兰尼斯特家族专属 BGM 卡斯特梅的雨季。Sharp, my lord, as long and sharp as yours。切斯特去见父亲时改名叫伯耶加，说的应该是约翰·伯耶加，也就是《星战7》里的男2号，凯洛伦才是主角。看了《旺达幻视》的观众应该对片尾演员们的服装很眼熟，正是40到70年代的主流穿搭。最近有外媒报道称，本季红死魔将与逆闪一同出场。红死魔是老爷和拜瑞的融合，平行宇宙中蝙蝠侠死了全家，为了挽回一切，他试图抢走闪电侠的神速力，最终2人合二为一，老爷主权。最近闪电侠逐渐 talk 严重化，就连官方都开始吐槽自己了。 Listen, we need to talk. Nothing good ever starts with we need to talk. 就很无奈呀，干片干到4点半，来一套关注加点赞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